今年1月咧 ，WhatsApp 就宣布佢要將 WhatsApp 嘅用戶資料咧就轉過去俾 Facebook 啊，跟住立即引起全世界嘅社交媒體大移民啦。喺3日之內咧 ，Telegram 新增咗2500萬嘅用戶，而 Signal 咧近1個禮拜之內咧就由1000萬用戶變咗5000萬喎。Facebook、WhatsApp 呢個集團零舍緊張啦，立即宣布咧暫停，就唔會2月8號轉晒啲資料啊。一切照舊，不過咧，直到5月中喎。咁而家就嚟5月中啦，好快啦。最近佢哋又宣布咧，就係話個帳戶咧就唔會刪除嘅 WhatsApp 嘅帳戶。如果你唔肯俾佢哋咁做咧，不過你從此咧就唔可以收發你嘅 WhatsApp 信息，咁即係話用唔到噶啦。所以大家呢個時候咧係認真決定係咪轉用 Signal 啊、Telegram 呢啲其他嘅社交媒體。咁 WhatsApp 咧因為係俾 Facebook 收購咗啊嘛，佢哋話即係一個商業上邊嘅轉移資料啫，即係話你係通過 Facebook 啊或者 Instagram 啊買一啲嘢嘅時候咧，同個商戶溝通就轉咗去做 WhatsApp 啦。不過都有講到咧，發放廣告嘅呢啲嘢 ，Facebook 佢賺嘅錢咧90%幾咧係嚟自廣告收入啊。當然佢好重視呢方面，將 WhatsApp 買咗翻嚟咧係變成為可以做生意。但係而家問題咧就唔單止係賺錢喎，商業機構賺錢當然理所當然啦，仲有牽涉到咧個強制性啦、強權啦，同埋 Facebook 本身嘅資料外泄啊，佢嘅使用權添。Facebook 咧原來佢係喺佢嗰個網頁咧就預設咗咧係有權喺你個電話同電腦嗰度咧存取你除咗 Facebook 以外去過乜嘢嘅網站，咁包括咗係銀行、網上銀行嗰啲網頁嘅。咁我哋而家要熄翻佢，等你自己嗰個私隱可以安全啲。咁咧就撳呢3個點點。咁咧去到呢度咧，你見到咧上面係藍色嘅，就係話你除咗 Facebook 以外咧，其他你上過個網址都係有權可以知道嘅。咁我哋就要熄咗呢個掣。咁啊，跟住呢度撳關閉。咁你見到咧灰色咗咧，佢就熄咗噶啦，咁就 OK 噶啦。喺臨發放呢段短片之前，咁啊竟然俾我發覺咧，佢除咗 update 咗版面之外咧，將我已經停咗佢用我嘅站外動態嘅資料，佢竟然靜雞雞開翻喎！哇！呢個咁嘅行為都有離晒譜。其實幾年前我屋企人咧已經叫我轉用 Signal 㗎啦，咁嗰陣時全世界都冇咩發生嘅。最近我 check 下，我係幾時開始用 WhatsApp 嘅咧？哇，原來係2012年6月啊！漸漸 WhatsApp 一路改進啦，咁啊開始好多群組嘅溝通啦，無論教會團體啦、親朋戚友啦，都有啲群組啊、舊同學啊咁。於是差唔多用咗成10年啦，10年積累咗好多資料，你哋大部分都會識得點樣平時自動 backup 啦、自動備份你啲資料。當你認真要轉唔再用 WhatsApp 啦，有決心嘅話咧，有幾點啦，我就研究咗一陣，同你分享一下。不過先講講咧，點解我最近有決心真係唔用 WhatsApp 咧？屋企人幾年前咧叫我轉 Signal咧，我就繼續問第一樣嘢有咩好處啊？咁佢就話啦，雖然 WhatsApp 係點對點加密，不過 Signal 咧除咗點對點加密咧，係全部資料都加密過，即係話你備份咗喺雲端啊，佢哋嘅電腦裏邊咧嘅資料，全部都冇人睇到嘅，包括佢哋職員本身，就算政府本身，邊個人都睇唔到。但係 WhatsApp 都講明咧，去到儲存做一個我哋叫做備份嘅時候咧，嗰度就冇加密嘅。Signal 咧會識得咧自己清理所有嘅垃圾嘅喎，你自己可以調校即日內啊，1個禮拜內啊，唔刪除都得嘅。咁咩叫加密呢？因為工作原因咧，差唔多20年前咧，我都係算早期啲認識加密係咩意思咧。加密咧其實就唔同我哋平時講嘅 password 一個密碼嘅意思啦。密碼就好似鎖匙咁，你開個櫃桶咪攞到啲嘢咯。加密意思就我傳一樣嘢，譬如我傳呢個信息叫1、2、3咁啊，傳呢個數字俾一個朋友，咁佢收到嘅時候咧，平時就1、2、3係咪？如果加咗密嘅意思就話咧，我喺呢個1、2、3裏面每一個資料咧，譬如1加個 A， 然後2咧就加個 B 黐住佢，3咧就加個 C 咁樣，咁樣做法傳出去俾個朋友。好啦，傳到去嗰度咧，佢收到呢紮資料啦，佢就拆翻去掉走咗 A 啦，掉走咗 B 啦，即係還原翻啦，3啊掉走咗 C 啦。嗱咁嘅話咧，咁啊一樣收到1、2、3，但係傳嘅過程咧，任何人睇到呢紮資料咧，佢都唔會都睇得出1、2、B、3、C 其實咧係講緊乜嘅，亂立立嘅，即係一紮嘢係完全冇意思嘅。去到呢度咧，拆翻開去咧，先至見翻原本。加密就係個傳送過程咧，任何人插咗入去搭條線又好，溝咗啲資料又好，都係睇到亂立立嘅嘢，直到收到嘅人咧拆翻開先至睇得出咩意思咯。點對點嘅加密咧就係咁意思啦。傳送過程保護咗，所以第一點咧，我決心轉走啦，唔用 WhatsApp 咧，就係因為佢嗰個加密能力啊，同埋啲資料入到去俾咗 Facebook，如果攞到咧，唔知佢會點用。
第二個同呢樣嘢有關係嘅咧，就係 Facebook 喺過去佢嗰啲資料外泄咧，8000幾萬啊、5億啊，最近都出咗新聞啊，其實都好嚴重啊，有你個人好多電話啊、電子郵件啊，於是你就收到好多垃圾郵件啦，可以係咪？甚至可以俾人哋冒用你嘅資料。咁跟住佢亦都試過2018年咧爆咗啲醜聞出嚟啦，佢賣咗你嘅資料咧，好多選民嘅資料咧俾劍橋分析嘅，咁又嘗試操縱影響選舉，再加埋咧喺上一年啊、半年前度咧，即係美國總統大選，我發覺哇，點解嗰啲社交媒體 Twitter 啊、Facebook 啊呢啲，佢會審查某一啲佢係覺得係政敵嘅人物？呢個唔係最初我哋所了解到嘅，譬如講緊公平啊、自由資訊啊呢啲咁美好嘅理想，而係變成為一個政治工具。咁呢種專制嘅做法咧，強權做法，而家仲話夾硬要你將你嘅資料咧，由你原本用 WhatsApp 嘅時候係根本就冇同意過嘅，佢就逼你要轉去俾埋 Facebook 用埋你嘅資料。呢個亦都係我第二個原因，即係我唔中意強權專制，所以決心轉佢唔用 WhatsApp。第三個原因咧，就係如果你兩邊都有用啊 Signal、WhatsApp 啊，有啲朋友都已經開始係咁啦。你發覺佢嘅功能咧都係差唔多90%幾 WhatsApp 有嘅，佢都有晒，所以好容易用到，即係一裝就識用嘅。點解咧？原來查一查就知道啦。Signal 嘅創辦人 Brian Acton 本身就係 WhatsApp 嘅創辦人之一嚟嘅。我諗亦都係因為佢中間賣咗俾 Facebook 咧，咁啊後來良心發現又好，或者受到太大壓力都好咧，決心咧再做個 Signal 呢一樣嘢出嚟，係真係為大眾啊非牟利嘅方式去保護私隱，同埋咧係俾大家一個更加方便好用嘅，唔受強權壓制嘅一個社交媒體。呢個就係我轉用嘅第三個主要原因啦。咁喺呢度順便講講咧佢哋嘅歷史喎。咁喺2009年，阿克頓啊 Acton 咧就同 Young Home 兩個人咧成立咗 WhatsApp 嘅公司。佢哋有一個大嘅原則咧，好簡單啫，就係 No app, no games, no gimmick， 冇廣告、冇遊戲、冇古靈精怪嘢。嗱，呢個係佢哋創辦嘅一個幾理想化嘅精神啦，亦都係好好嘅原則，純粹俾人一個社交媒體啊。佢嘅用戶一路飆升咧，全球超過咗15億嘅用戶。咁 Facebook 當然好有興趣啦，當時 Google 都想買佢嘅。喺2014年咧，終於傾掂數咧，哇，忍唔住啦！我諗呢個吸引啊，賣價係幾多知唔知？係220億美金，22 billion。哇！呢個天文數字嚇 Acton 自己都分咗30%，但係捱咗幾年啦 ，Facebook 仍然咧想將佢用佢嘅咁龐大嘅用戶嘅數據啊，用喺廣告裏邊啦，即係更加發揮 Facebook 本身嘅呢個賺錢立場啊，同埋個影響力。終於喺2017年尾啊 ，Acton 就辭職。哇！呢個辭職咧可以叫做史上邊最貴嘅、成本最高嘅一個離職嘅，因為一個道德又好、原則又好嘅離職。因為只要佢留多一年咧，自動就會喺股份上可以攞多市值8億5千萬嘅股票。佢放棄咗嘢離開咗幾個月之後咧，佢嗰個 co-founder 係 Young Home 啦，都離開埋。咁然後 Acton 自己咧就投資咗5000萬美金，就擺落一個非牟利嘅機構咧去創辦 Signal 啦。咁當然就好快速，我諗佢哋啲合約精神裏邊有講到嘅嚇。咁佢可以做呢樣嘢啦，然後就好快脆 Signal 就出現。咁喺咁嘅原則精神之下，佢應該仲係維持翻個 No app, no games 同埋 No gimmick 嘅方式，俾每一個市民咧，每一個世界嘅公民都可以享用一個社交媒體。相信佢呢個道德同原則立場咧，呢個就係我轉過用 Signal 嘅第三個原因。好啦，如果你決定真係5月中之前咧轉咗用 Signal 嘅話，譬如好似我咁，成10年嘅資料、相片啦，有啲連結啦，有好多對話啦，點算咧？幾好嘅方法，我哋全部成套一個文件咁咧，擺咗去 Signal 嗰邊，來都容易揾翻，可以延續到 WhatsApp 裏邊所有嘅圖書館功能咧，擺咗去 Signal。呢個就解決咗我自己一個大嘅煩惱。我唔知幫唔幫到你？你留意下下一集啦。Facebook 咧喺2018年咧都爆咗呢個醜聞出嚟啦，將幾千萬嘅人嘅數據咧俾咗劍橋分析嘅做政治嘅即係操控選舉啊嗰啲嘅作為啊。於是咧喺2018年3月 Acton 都出咗一個好短嘅但係好出名嘅 Twitter， 就係話 It's time delete Facebook， 即係5個字嘅啫，係時候刪除咗 Facebook 啦。咁我哋而家睇呢種兩種嘅精神咧，一種就無限擴張、賺錢為主、影響力為主嘅 Facebook 精神，一個就係 Acton 賺到咁多錢啦嚇，然後再投資翻落去，再重建過呢個 Signal。喺呢兩個勢力嘅競爭。喺紐約時報嘅中文網裏邊咧，都出咗一段嘅評論啦，話點解一個人要同個金主為敵咧？特別有講到 Facebook 嘅員工咧，都起咗一種叛逆潮啦。以前佢哋可能強權壓制住啲員工，而家啲員工好多都出聲或者離職啊。但因為咧，佢越嚟越唔係做緊一個社交媒體嘅工作。咁啊，紐時篇報道裏邊有講到咧，事實上你站喺歷史嘅邊一邊啊？你係忠於公司啊，定係話忠於保護呢個社會嘅基本結構？我諗就係指每一個個人啊，每一個人係咪咁重要咧？定係嗰個公司大原則重要咧？咁都係 Facebook 嘅員工好大嘅挑戰同埋反省。Acton 就好明顯做咗一個選擇，包括抌低8億5千萬嘅未來嘅股票。而你信唔信每一個人，包括你自己個人資料啦，同埋你嘅自主決定係重要嘅咧？我就信嘅。
因為基於我自己嘅基督信仰咧，天主創造人咧係每一個人都係平等，唔係咁重要，係佢嘅仔女啊，冇遠房親戚嘅。喺創世記裏邊你可以睇到咧，我哋講緊7日啊，特別去到第6日咧做人咧個過程咧，其實都幾似進化論嘅喎，先有咗光啦，仲有啲植物啊、動物啊等等啊，然後最尾第6日咧先至做人嘅。天主係用佢嘅肖像咧，佢 image 嚟到做人嘅。啲人有好多本質咧，相似於佢，每個人都咁重要。雖然喺現實生活裏邊，我哋唔多唔少都有唔同嘅，但係呢個只係10年嘅考驗。喺我哋嘅價值觀裏邊，有錢唔係好重要，有錢強權，好似啲大公司或者甚至惡形惡相嘅政府嘅專制嘅勢力咧，都唔係咁有地位。因為天主愛每一個人。我自過咗冇幾耐啦，入邊嘅精神都係講翻，耶穌基督死喺十字架上邊，第3日復活咧，為咗每一個人嘅救恩，每一個人，包括你。雖然現實上受制於唔同公司嘅本身嘅條款咧，佢話事為多，但我哋可以選擇嘅。因為我哋眼中天主先至全能嘅神咧，愛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係咁重要。有強權強勢，係啲大公司要助紂為虐，要攬政權啊，係喺度逼佢哋進入個市場。我哋仲有生活程度上嘅選擇。如果我哋重視每一個人，包括我哋自己選擇權咧，咁呢個都係值得考慮啦。喺呢個社交媒體上開始。如果你中意呢個短片咧，好歡迎你撳 like 啦，或者係 share 啦，分享俾你嘅朋友。亦都可以最好咧就撳埋下邊呢個subscribe 嘅訂閱掣啦，紅色嘅掣，咁就免費訂閱。撳埋嗰個小啷啷咧，就更加會有新片自動通知你。